一夜夜发出的火叫和你变不结合的意，请别太对我说教，再把这舌头都当作心。借酒唱歌，这是人在我嘴巴的菜品，一面去改表达人，一边在听又靠得太近。爱我已有错，我怕我的一切太多，轻而易举就变得迷恋。拜托，手指里这残忍的体贴，拜托，拜托，你我愿意接。我自己的音乐，别比我自己还体贴。对，骄傲在近，这天已经来临，我客气对你耳朵过敏。骄傲在近，你也不必惋惜，或者还有同行还是耐心。你是批判说了很多，要想出了谩骂从没有说，恨你也不是很认为我付出很多，残酷了一个点赞一个万播，感谢辛苦你们的我。骄傲在近，这天已经来临，我客气对你耳朵过敏。骄傲在近，你也不必惋惜，或者还有同行还是耐心。骄傲在近，请在我坟头哭泣，抽烟的恋人不准笑意。骄傲在近，当然是一份不羁，看你有没有，但它是前提。显然其主义的假设楚楚可怜，故作与众不同来把自己鼓动遮掩，发现之后一再一切隐藏万不可见，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自己赦免，不敢承担责任将面具贴在脸上，心里是这个好足以把你心意掩藏，所以伤害他人只是你快乐的偏方，那只是你所教，不想听你作践，收听你的篇章，别听我的演唱。骄傲在近，这天已经来临，我客气对你耳朵过敏。骄傲在近，你也不必惋惜，我还有同行还是耐心。骄傲在近，请在我坟头哭泣，算你怎样也没人在意。骄傲在近，当然是一份不羁，他的观点总得在的阶梯。迈入这段街上了家，我是一只耗子，偷偷回来了，回来了。要打出3、4个洞，又得放5、6个尖儿。我是一个傻子，把笑容含在脸颊。画完了才发现又忘记画了一些东西。我先给标出来。
山，再把其他人打听散，赶紧把两干脆结婚了，帮着你干得了，帮我发光。你就像摘我的果儿，你还想撵我的花儿，我长得每片叶子在你眼中都叫做茶。你就像摘我的果儿，你还想撵我的花儿，吹嘘的天花乱坠，身后的斧头露出了棒儿。你先去摘我的果儿，然后再撵我的花儿，锋利的刀子在我身上刻着祝福的话，绳子勒紧我的脖儿，你把尖儿打出的花儿，基因的露珠润湿花瓣，汇入黑暗的夏。哎，怎么又卡了？哎，现在好了。哎呀，看看左边还有忘记画的，应该是个尾巴。啊，这个我都写在那个小物思考里面了，但是画的时候就忘记画。哎，已经30了。再画一点亮红线吧，这个好像也是，我是忘记画的。鞋，鞋子，四叶草。顾客，呃，总之我们昨天也是忘记画了一些东西，画到后面就给忘了。摆一下看看哪里比较好看。那我们今天就是进行一个勾线了。好，那我就连着这个标注一起，这个全部拷贝，然后再粘贴。然后后边的这些，我操，图层好多，我们给它全部先组起来吧，到时候就比较方便隐藏。好，然后我们依旧是透明度拉低，勾线选择的是第2个这个档位，2048的话也是那个第2档，可以看这支笔，也是它的第2档拿来勾线。4000就是这支大一点的第2档。我们依旧是先勾脸。
勾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把它勾得比较蓬松。好，可以看到这里有点高，我们给它就是弄下去。这里我就不用液化了，我用变形吧。好，另一边就是一个稍微斜一点的感觉。眉毛的话，我习惯画2条线的，因为就是只有1条线的话，我有可能画歪，但2条线看起来就好调整一些。这个也是眉毛，也是可以拿这个选中来调的。然后是一个腮红处的线条。好，这里我们画完之后，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小图，有问题的地方我们都给它调一下。以及就是大家如果觉得画的时候，有点歪的话，如果你是右撇子，可以把你的右眼闭上，只用左眼去看，会看的就是歪的地方会好判断一些。我感觉这次的脸不是很好，我到时候再改一下吧。那就这样。好，我们新建图层，从这个发旋这里开始往下画，以及这次的线条我感觉有点粗，应该是人物就是缩的稍微小了一点。还是感觉有些粗呢，好奇怪哦。我稍微调一下吧，这个差不多。好，我们跟着发旋这样弯弯的，像画在一个球，覆盖在一个球上面，这样去画我们的刘海。我们这次的那个草稿比较比上次要乱一点嘛，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可以就是给它加一些小细节上去，给它加一点小发丝。然后是刘海的2边。好，我们从发旋往下是一个压着这个 M 字刘海的一个鬓发。这里的话，我们一定要随时注意，因为它是一个侧脸，我们是有可能
两边画的太正了，一定要注意一下。好，我们这个耳饰就给它头发稍微让一下下，给我们的耳饰露出来。再往下脖子，可以看到这里感觉头有点高诶，如果我从这里画过去的话，我等下会给它调低一点。我先把头给勾一下。发饰以及这个叶子画的时候，也是可以给它就是弯一下。好，然后是螳螂窝。大家在画的时候，如果感觉就是头发太高的话，可以给它就是往下移一点点。头上有很多发饰，我们就留一点空隙，等一下，用这个小物给它填上。好，小猫咪，我们就先画它的一个外轮廓。以及小猫咪这种盘起来的，它是一个我最常画的是，直接先画一个头，耳朵可以画在里边一点，然后画一个很靠下的眼睛，然后前面是两个抱着的手手，从它的头这里演出去一个圆形。然后在尾部这里画一个弯尾巴，这就是我平时画这种盘起来的猫的画法。好，我们再来画这个发饰。可以看到这里很多是不太清晰了，所以我们先把轮廓给勾出来。因为确实比上次画的要乱很多，我们还是先看轮廓是不是对的，不然我们先去就是一直勾一个地方，最后发现不好看的话就还得改，就浪费了很多时间。这里依旧是我们的一个敷衍小褶皱，然后是瓦片的那种波浪形的，
这里可以稍微错开一点。进成了昨天的课，怎么回事？我有些时候就是，停止直播之后，它不会给我显示已经停止了，我还要看一下，看一下回放。这边是一个往下的花边。其实今天放歌的时候，感觉都没有歌可以放了。我的网易云最近推的都不太好听。啊，这里的一个小口袋，它是一个标本袋。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左上角的光也给画出来，也可以不画。如果要画出来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去描一个它的光的形状，然后再去画里面的东西。这个好处的话就是，如果你画的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可以遮住它不好画的地方的，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弊端就是我们画的时候有点找不到这个结构了，有点找不到里面东西了，所以我们就还是不画这个光。这个光我们就等一下画那个上色的时候再去弄吧。我们可以把边上的那个小塑料袋的厚度给它稍微画一下下，用这种断断续续的。然后是在下边的小猫咪。这里是稍微挪了一下位置。好，又是继续往下勾，一个经典的边缘画这种非常经典的一个发丝。然后我们来填一下这个小水壶。我去拿一下我的手柄吧。稍等，我找一下。好了。
可以看到我的这里往下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发丝，我们还是给它小改一下。蝴蝶结也是一个经典画法，就是画两个那个圆角梯形，两个长梯形，然后画一个线条的蝴蝶结。好，我们看一下要不要给它拖一点下来。记得把你的脸部也给选上。这里的话，我是在观察它和肩膀这里，就是合不合理，就是它们的一个高度位置，有点怕等下这个脖子看起来太高了。好，翻盖也是画一个，这个勾勾，然后在上面一个圆角的横折，这样给它做一个厚度，然后往下延伸，以及一定要注意这个脖子的位置。在后面这个地方就是要给它往上边一点，我们要留出可以给肩膀的衣服的位置，或者说我们就是往边上靠一点，给它画的稍微平一些。然后是我们的经典蝴蝶结。它的里面是一个细的蝴蝶结，我们也可以这样给蝴蝶结加小装饰，让它看起来不一样一些。大家就可以搜那种，之前是搜过那种古美他们做的蝴蝶结，就层层叠叠的，可以看一下就怎么叠比较好看。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朝右边侧的嘛，所以它的右边应该还是要稍微窄一丢丢。我把这个蝴蝶结给移了一点过去，然后这些页歪了的，记得就是重新画一下。好，然后是围裙，我们看一下围裙的位置在哪儿。也是和画草稿的自己斗智斗勇。注意我们肩膀的厚度。然后往外是这个短袖的缝线。这种带子比较大的，
围裙的话，可以给它画一个类似缝线的这种小纸条。好，我们沿着往下画。这里我们也是要考虑一下，是袖子在上边还是围裙在上边。这里应该是外边是袖子在上面，给它覆盖上去。然后是包包，也是我们画一个长方体的一个小流程，只是说它上面可能有一个凸起的一个翻盖。它的上边也可以就是画一丢丢小线，给它的这个，它的一个后端是出来。好，我们再看袖子的另一边，这里就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把蝴蝶结给画了。好，可以注意到这种比较侧的蝴蝶结哈，比较侧的蝴蝶结，我们首先是画一个比较弯的这样一个圆角的四边形，然后再画这个离我们近一点的这个就是蝴蝶结，然后另一边的话，我是从中间一点，从这里。然后画一个窄窄的，再回来啊，因为我们的蝴蝶结它是它的从从顶部来看的话，它是一个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往这儿的时候，它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是连着这一块的，连着这一块的。然后下边的这个也是，下边这个角角另一边也是往内缩一点来画，因为它连着的地方可能在就是里边遮住了，这样画的话就是稍微合理一些。可以看到我这里伸的太出去了，所以我还要把它再弄回来一点。我就直接在最里边这吧，这样差不多，看起来就是贴在这个衣服上边的。然后我们来画这个袖口。然后是一个手臂，画这种就是被遮住的地方的话，我们就画完一定要检查一下，因为它被遮住之后，可能就是说它和这个结合，这个小物结合之后，它的线条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就像第一节那个有个宝宝说他的腿粗细好像不一样，但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只是他的那个腿套的线条把他的那个腿暗示的有一点就是往其他方向。这里我们勾的时候也是可以勾粗一点把这些，因为他戴了一个小手套。
手套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做一点褶皱，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处嘛，它可能有一个挤压的褶皱。感觉有点奇怪呢，我先画完再调整。好，然后小鸟我一般就先画一个圆，然后在边边画翅膀。这个翅膀的话，不要画的太往内了，不然会看着像翅膀在脸上。然后是尾巴，画一个有点像那个玄凤鹦鹉的那种它的小凤冠吧，应该就可以看到我刚才画的就不太好画脸。它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手有点大了，给它圈起来缩一下。然后是手里面的一些植物，这里我画的是四叶草，就给它，直接用这个四叶草先画一点它的叶片，等一下我们再拿那个它的茎给它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画一点不同角度的，我一般就是比如说它的，如果是一朵花嘛，可能是这样的，把它的花这样两半在外边，然后三半在里边，这里再给它勾一下，就是一个侧面了。这里我们四叶草的话也是两半外边，两半里边，或者说这样和这个花一个流程，就一个在外边，三个在里边，再去勾一下侧面的这两个的反转过来的叶片。这里我就是一个比较敷衍的一个小方法哈，没有特别去弄这个侧边翻转的一个就是叶片，毕竟它是比较小的这个东西，如果我画多了，它可能等一下不太好看。我们注意连接这里哈，我们注意叶片要连接，不要断掉。然后是它的一个条纹，底部的一个花纹，一个带子，然后是蝴蝶结。我们看一下另一只手的蝴蝶结在哪儿，就不要画的太不一样，毕竟是同款嘛。我这里也是稍微画了一点点那个小褶皱。这个褶皱的功能的话，它就是我刚才，我的这个手掌下边不是很明显，所以我给它拿这个小一点的线给它稍微勾了一下。然后另一只手，我们依旧是画一个蝴蝶结。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没有翻过去太多，我们就正常的画，注意一下两边那个宽度就好。这里也是弄了一个从腋下过来的一个褶皱。好，我们画这个手臂。手臂的话，它中间有一丢丢啊，有一丢丢凹。我一般画的就是不是特别的明显，我等一下就勾了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个起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它的起伏是这里凹，然后这里变细，然后大家就是善于观察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是这样两条，然后中间它是凹进去再凸一点点出来，这样画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手肘里面，这个叫啥来着？因为我们看一下自己的，是不是发现这中间它是有一丢丢凸起？这里的话，我是把那个给省略了，我们就是只画了我们就是手臂上的肉肉，这样一个有一丢丢小弧线的一个肉肉，然后它的这里的话，我就有一丢丢凹，然后其实没怎么凸起来，就稍微暗示了一下。好，然后我们继续下边，这里也是画一个这个小刀疤。然后手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的一个口子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按在这个算是一个平面上的。好，我们勾一下这个手套。这里也是不太清晰，以及我们这里挡住了一些，我一般会就是还是给它把所有勾出来，等一下再去擦，不然等一下看不到整个手的整体，就是有可能画错。我这里是先从那个手指底部的凸起开始画。刻，我一般画这种手的话，我是就是直接先画它的背部，画3条线，就确定我们的那个手指在哪儿，然后画它的下边儿，然后后面的就是跟着画嘛。画了之后，我再去调整。
把这些个连接一下，以及看一下这个手套是不是太大了。这个大小应该差不多。然后我们看一下手能不能连上手踝，就从我们的手臂沿一点线条出去，看看能不能接上，这样来判断。觉得可以的话，给它侧回，稍微修一下就好。像这种蹭线的话，一般就懒得管了。就其他人蹭线可能很明显，但是我们改了线稿颜色之后，就并不会特别的明显。可以看到这里袖子的底部也给它填一下。可以看到空隙里面有点空，我给它填了一点那种风行者的小竖线。我们也可以画一点那个扣子。好，我看一下整体，然后看看从哪儿继续开始画。就是我们先把磁带勾了吧，磁带的这个小方框先给它勾了。好，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围裙，先把它的轮廓勾出来，还有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结构，比如说这个腰带。腰带这里也是有一个挤压进去的，我们给它做一个横折。OK， 顺着这里下来，顺着我们的腰部。可以看到这里遮的很多，如果就是拿不准的话，最好还是用长线去画一下，判断一下有没有画对，不要就是出现线条好像接不上的情况。
然后是我们下边的裙子的轮廓。裙边的话，我一般就是拿那个这种小的弧线去给它勾的。可以看到我们接线算是没有特别的接上哈，这种的话，我们到时候给它就拿褶皱线给它连一下就好了。然后是这里的一个小花边，我们来看看它大概在哪个位置。这里散的比较开的花边依旧是一个，有点小那个正三角形的一个褶皱，看到这会散的比较开一点，就感觉支撑点在这里，然后其他的都在散出去。好，然后是最底部的这个花边。我们继续往下勾轮廓，来勾一下腿。好，侧面的这个膝盖这里也是给它稍微在下部弯一下下，给它往内收一点点，因为我们的膝盖是有一个凸起的。然后是小腿肚有一点肉肉的地方，我们把这里的苹果也给勾一下。以及我们勾的时候还是注意封一下边缘的线，这样方便我们等一下上底色。好，这里虽然挡住了，我们还是要记得这个苹果包包的腿部的带子。哇，谢谢宝宝夸夸，祝你画技进步，天天开心。然后是猫猫，猫猫我也是因为草稿已经把它的形状做出来了，所以我会只勾轮廓。可以画一个小三角，就是把它的头顶给它暗示出来。
然后是他拿着这个乐手的手手。玉手也可以给它画的圆角一点，因为它是用那个布来做的嘛，会比较的柔软。啊，这里就太小了，我们就只画它的轮廓了。后刻我们来画带子，以及这种比较细的像线一样的这种蝴蝶结，还是不要画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整体，不要给它画的超级超级细，就还要特意拿细一点的笔刷去勾，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我们就用一样大小的那个勾线笔，给它勾一下轮廓就好。我可以看到我的腿又有点接不上了，等一下给它移过去。我们来画另一条腿。这里我们就顺着另一条腿的膝盖的方向找一下我们的膝盖在哪儿。因为画玻璃腿的时候线条太多了，现在有点看不到了。我们来做出它的一个膝盖，然后上边把它的一个玻璃的厚度给勾出来，然后是水面，水面我往下降一丢丢吧，看得清楚一些感觉。好，然后我们也是用这种虚线，给它慢慢的往下，到了下边的话就会稍微少一些，因为一般玻璃腿到了下边都是那种比较厚的玻璃，就没有什么水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在上线稿颜色的时候再去做这些。这里我们把玻璃腿里面的东西给它画出来。可以注意一下，不要超过了这个玻璃的厚度，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玻璃内部的，算是一个小玻璃杯，我们不会就是把东西卡在玻璃里面，对吧？然后是它的一个枝条，和一个磁带，一个缠着它的磁带。哦，对了，就是我去问了一下班主任，大家就是画代餐的话，只要有一个元素一样就行了。就是我的那个标题上面写了4个元素嘛，有一个元素能对上就好了。应该就是放的还是挺宽的。刻画靴子，这个也是我们先勾一下它的弧形的一个边边，然后在边上又是一个小横折，我们就顺着这个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椭圆，我们就顺着这里往上冒一点是吧？往上一点，
这样给它画一点出来。就说往外扩一点嘛，从它的这个一个斜口的一个椭圆往外扩一点，我们就做出了一点点厚度。如果还想要前面有一点的话，可以给它拿虚线稍微勾一点点。然后是鞋带。鞋带我一般会先画了，然后再画它的下面的东西。如果就是鞋的上面的东西比较多的话，就后画这个鞋带，然后再去擦掉下边的。总之就是一个小习惯。我们画的时候也可以就是给它垫一层，因为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的这个叉叉的中间老是画歪？我们给它画一根线，用来定位，然后让这个叉叉的中间不要画错了，不然的话看起来歪歪扭扭的。好，另一边也是依法炮制。以及这种有透视的话，画鞋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有一边它是比较窄的。就大家如果实在画不了太正的话，我们就还是用变化工具给它变一下吧，就不要折磨自己了。这里没接上的也给它扭曲往上一下。以及这里发现，就是另一只脚好像离我们远一点的另一只脚好像还大一点呢。我们等一下画完再去调整。还有可以看到我画下来的时候有一点小歪，有一点连不上我们的鞋了，也是需要小小的调整一下。好，给它怼上我们的鞋。然后我们从后面这里凹进去，然后画脚后跟，就在我们脚后跟的上面，稍微有一丢丢凹。下边的话就和平时的方法一样了。
好，然后是鞋底。鞋底的话，因为上面有苔藓，其实我们是可以画，那个苔藓的边缘的，就有一点毛茸茸的那个边缘。但这里我不太确定，就是我的苔藓要画在哪儿，所以还是用正常的来勾一下。缩小看看。然后我们画内部的线条，首先是鞋头的这一块，给它顺着结构画一个连接的线，然后是这个鞋带的那一块，这个我们也是注意透视。好，可以看到我的这里有点空，我们给它加一点，类似褶皱的东西吧。好，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四叶草画上。依旧是先画叶片，然后画它的一个枝干或者茎，给它连接起来。这里我们的袜子可以画一点点小线条，就是那种毛线的质感。OK，我们再往上面看。这个磁带我等一下画，得看参考画一下。这里画我们的那个篱笆。然后往下是围裙的一些小东西，这种小东西应该就不用找参考了，我就直接开钩。
我们就顺着画到的东西，把这个磁带慢慢的往下。当然这个也可以，就是最后去画长线了这个磁带。然后是我们的一个乐种带和它的植物。这里的话，大家还是就是搜一下，你要画的花的种子是长什么样子的，看一下它是种球还是种子。这种透明小袋子的话，我一般是上面画一个小花边，连着一点褶皱，然后下面是一个水滴形状的，然后会画就像那个玻璃腿一样，给它有一点断断续续的线在右下角，然后另一边给它再画一根小的。到时候的话，我们就把这种空的地方给它填一点点白色，就有透明袋子的感觉了。然后苹果汁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有一点扦插感觉的吧？好像是应该是不是在外面包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放进去生根。这里我不太确定，我就直接给它画成一个枝条吧，画成枝条和一个装水的袋子。然后我们画在这种就是透明的东西里面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断断续续一下。还有就是记得把水面的这根线给它擦掉。就是它靠近我们的水面是这根线嘛，后面那个它被这个枝干已经挡起来了，所以我们给它擦掉。然后是一个档案。我们在这个标本花的边上画一个方框，就像那种科普书里面会有一个小方框，介绍它的一个照片一样。然后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贴了一个实体的在上边。这里我把丝带给它勾一下。
点错了。欧克，然后是醋酱草的一个花束。我记得这个是五瓣花吧，然后是凹陷下去的，有一点那个喇叭花那味儿。花苞其实我好像没有怎么看到过它的花苞诶，只看到过开了的，还有那个晚上有一点蔫了的。画一点它的叶子。可以看到我画的时候，也在慢慢的把它的褶皱给它用短线慢慢的给它延伸下来。好，然后我们来画裙子的褶皱，顺着腰这里往下散开。可以看到我这次的线条是往右边弯了一些的，因为它后面可能就是有点靠着这个桌子，所以我是给它稍微弯了一点点，往右边，往它的前面算是。然后大家平时画的时候，直接给它自然的散开就好了。我去搜一下豌豆的叶子长什么样子。哎，卡住了。欧克，豌豆的叶子，我去搜了一下，它是长一个圆圆的，然后在两边，最顶端是一个有点弹簧感觉的。
这里我是在上面的一层勾的，我们把下边挡住的东西擦掉一下。然后是一个小插板，和它发芽的一些地方。依旧是擦掉遮住的，然后合并。好，给我们的一个磁带。然后是裙边的一个小标本。
把草稿关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太对的地方。好，我们来勾光环吧，把这种比较好勾的、没什么遮挡的地方都给它勾一下。风铃它是一个透明的，所以也是和我们玻璃腿还有那个透明袋子是一样的原理。不过我会在边上光源的这里再给它画一个圆圆的小高光。把尾巴给勾一下。其实有些时候这种削平性的线，我会新建图层，先画一根比较满意的线，然后复制一个出来，调一下角度，这样去做一个这种东西，这种比较平行的线，然后合并。好，检查到我们的蝴蝶还没有画，给它勾一下。我去搜一下这个黄粉蝶的花纹，然后给宝宝们整理一下。黄粉蝶，大家小时候有抓过这种蝴蝶吗？感觉
感觉小时候最多的就是这种黄的和白的。哦，白粉蝶的感觉比较清晰，我给大家就是整理一下它的纹路。首先来一个翅膀，它的纹路一般是，我个人是这样画的，先在最上面画一条线，然后它的中间这里给它折下来一根。其他的话就是往外衍生一个树枝的感觉，就有很多小叉叉。然后它的下一片的部分，就没有就没有中间的这个东西了，就都是小叉叉。然后白粉蝶的话，它的外边有2个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纹路，我们给它画上去。好，然后是磁带，这种我们就是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一定要多找参考。好，磁带，我是找的一个可能比较工艺品的磁带吧，它应该，就不知道和能听的那种磁带会不会有差别。它的中间是有一丢丢齿轮的这个圈圈，然后上边是一个大横条，中间有一个空位，这个我记得也是有的。然后其他有些小格子，我们就随便画一下。底部的这个也给它拉一根横条过来。这样里面的东西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可以随便画了，有一点磁带的感觉了。这个圈圈的边上记得也缠一圈磁带。好，身上应该是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我们去画背后的一个头发。首先，我们先找到
就是当时画的蝴蝶结在哪儿？我们先把扎头发的这个东西给它画了，先看看扎住头发的东西在哪儿。可以看到有点一高一低，就是懒得改的话，可以给它换一个发型，比如说这里再给它来一个麻花辫，有一点不对称的感觉，就是让它稍微合理一点就好。我们记得连上，记得把头发连上后脑勺。然后往下画，这里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头发能不能连上。然后麻花辫的话，我确实是就是画括号和 Y 来着。如果比较死板，可以添加一点发丝在外边。麻花辫添发丝的话，我一般就是在细画的时候添了。还有一个细节是，我们的这个 Y 可以对准它上面的这个括号的线条，然后我的这个括号是比较有棱角的，有一点点棱角。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对这个上边呢？因为等一下我们画那个阴影的时候，我们会把阴影打在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会打在这个部分，有可能只打这个凹陷的这里，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对准这条线，不然的话我们的阴影可能也会对不准，会显得很乱。这里是
昨天画掉了一个东西，是缠在头发上的一个风铃，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下。我把标注给移一下。OK，往下我们画长发片，这里就有点乱了，所以我会把草稿调到低一些的地方，就是不要被乱线给影响。可以看到我们画出来的接不上的发丝，可以在上边给它画一点下来，接一下它。
OK，我们看一下另一边，可以注意一下画另一边的时候，要记得宽度还是和我们的就是画了的那几根发丝的宽度不要一大一宽一细，因为我们在画这一边的头发的时候，就是画面它是看不到我们的另一边的。我们可以开一下这个参考画布。哦，这个怎么是歪的？哎，不对吧？这个画布难道说它是用的我竖屏的模式？总之可以，就是它正常应该是和我一个方向的，可以开着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粗细合不合适。这里它是和我们画的时候同步的。可以看到我正在改的这根线条，我刚才看着有点太直了，我们的其他都是弯弯的，所以我给它也是修的弯一点。这边我们再接一根头发，应该就结束啦。
就这么一边勾头发一边缩小看整体。可以看到我们是不同的图层勾的，这里也是开关看一下有没有就是覆盖到了没有擦掉的地方。好，我们把标注给擦一下，把这些合并。这里我感觉脸有点奇怪，我准备就重新画一下。这个好像好一丢丢，修一下线条。最开始的可能就是忧郁一点。改了之后感觉第一版好看呢，我接受它了，就这样吧。然后我们画背景，这里还有个标注。然后我们把这个线稿开关关，把草稿调高一点，把线稿开关关。我们就是到处看一下，到处看一下有没有画漏的，就这样一直开关。然后我们从上到下用眼睛扫一遍。好，我已经扫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的手套的植物没有画完。好，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扫的时候，它是接不上的，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线稿是不一样的。我们把它给补上。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它封的比较死，封的比较死的话，我们就直接用这个选中它的外边，然后反转，然后把我们线稿给它遮住的地方给它移掉就好。
OK，把它们合并，然后是画背景。背景的话，这个我们就要狠狠的用直线了。直线依旧是画一个长条，然后按住不要动，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随意拖动的一个直条。我们给它画上去。短一点的我就直接手画。以及这个的话，我是凭感觉画的透视，因为它被人物遮的还是比较多嘛。我是准备就是看着差不多就好了。这个就是大家，不好画的话，可以画普通的，背景。然后这个我自己的一个心得的话，大概就只有远一点的这种柱子，它会跟着你的这个透视也往上移，就会高一点。然后，透视和其他的透视的话，我就比较凭感觉了。比如说这两张桌子，它们的透视有没有统一？有一丢丢凭感觉。我们主要就是看这个桌面，看起来是不是，就是一样的。我想想怎么说，就是它的平面是不是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感觉？比如说，这里看着视角好像要稍微，就如果有一个摄像机，它可能是比这一边的要高一点点，因为它这里要比这里的这个高度多一些。哎，移到是。还有这个地方好像要比另一边稍微高了一点啊。当然这个就不要学我了，这就不要学我了。就我画小方叉的时候，那个桌子差不多也是用这种方法，以及大家画横竖的，就是那种这种标准横竖线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参考。参考的话是在这个，我看一下，在这个操作里面有一个页面辅助，不是页面辅助，找一下绘图指引。每次都要点错一下。然后我们点这个编辑绘图指引，我们可以把这个透明度拉低一点，然后我们还可以调一下粗细度、网格尺寸之类的。这个就看大家的需要去调整。然后我们在一个新图层里面点击这个图层，然后点这个绘图辅助，它就会跟着我们的这个网格一起画，以及对称词也是在刚才那个功能里面的。可以看到画桌角的时候我们就轻松了很多。
可以把这个歪歪扭扭的桌角擦了。今天的话，我们就私底下上底色吧。我们今天吃顿早饭，吃顿早一点的晚饭。我画这种东西的时候，一般会开2个图层，一个就是开页面辅助，然后另一个就用来画这些不是直线的东西，这样2个图层交错去画。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用上的，就是我们虽然不会画普通的就这种桌子，但是我们会画一个这种长方体、正方体之类的，我们可以在它的上面去切一块下来，切一块桌面，然后它的4个角角给它加粗，就变成了一个桌角，然后我们在这一根延伸下来。我们把它的底部先画一下，这里挡住的是它的另一个桌角。我们也可以从立方体去搭一下。可以看到，如果我画完了的话，这2个就给它合并了。因为这里挡的比较多，所以我中间这些都没有画出来。然后我们来画上边覆盖住的一些东西。第一个是显示器，显示器我也直接用页面辅助来画。这个叫绘图参考，绘图参考。老是觉得它也是辅助，然后就记错了。这个挡住的东西我们就随便画一下。以及绘图辅助里面，虽然它只能画就是它规定的那种线条，但是你如果长按的话，也是可以画，可以改变角度的直线的。以及显示器，我们其实也可以找一点参考。我记得就刷一些网购平台的时候，有一点显示器的小装饰吧。我家里也有一个这样一个小翅膀贴在上面的，还有库洛米的小翅膀也挺好看的。就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装饰，也可以画一下，就是在不抢这个人物的风头的情况下。挡住的地方我就随便画一下了，只要给它，就是把这个东西封死，方便我们等一下上底色就行。
然后是一些植物。说起来，有没有同学就是画那个植物的叶子的时候，就只会画这样，画树的时候也这样画。就是有些树它是一个枝干，上面，这里一个芽点，这里一个芽点，然后它会有一撮叶子出来，它是这样长的。然后我记得樱花树也是这样一个芽点一个芽点，然后它的花也是这样一簇一簇的。为什么说到这个呢？是因为我有些时候背景画的是错误的那种，以及之前朋友问我，就为什么画的，就问他画的那个枝条为什么就画出来不好看，也是给他科普了这个，改了一下就画的好看了很多，而且比较好画。可以看到我现在画的就是错的，但毕竟是背景，就随便了吧。之前画小方叉的时候，就是植物比较多嘛，还是会去多多的搜索一下单独喜欢的花长什么样子。以及搜索的时候，搜植物的时候有一个搜索的关键词吧，就是大家搜植物的时候，如果看实物，会不会觉得看不清它的轮廓？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四叶草的实物，我们可能看不清楚它的形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看别人画出来的线条就会很清晰。我们可以去搜索植物的名字，然后加上一个词，加上植株，它就会出来很多科普的那种图。那种线描的科普图，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叶子，它的叶子是那个什么双叶还是单叶的，然后它的花是几瓣的，这个的话就比较的好观察，因为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可能那个摄影的人他就是怎么好看怎么来的，我们观察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东西被挡住了。是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可以去搜索这个植株去看线条。还有一个我以前用的一个搜索方法就是画小物的话，画小物我们也是找这种有线条的，我们可以搜矢量图或者搜 Q 版。比如说，我们如果画一个小猫头鹰，直接去观察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会找不到重点，但是看 Q 版的话，就是已经有大佬给它简化过了，我们就看它的一个轮廓、一些特征的部分，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参考。这个还有，我想想，搜索的话，基本上就是搜 Q 版和矢量图了。
然后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叶片的边缘，我们也是和那个头发一样，角度尽量不要一样，这样一个往一边，然后一个稍微往另一边。为什么画这个呢？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画成一个第一的那种有点树丛的感觉，给它画成一个第一的感觉，有很多叶子，还有一点第一的小花啊，感觉这样好像比苔藓要好画一点。当然，画苔藓也挺好的。如果我们画这个酢浆草的丛的话，也可以就是把它的边缘画成它的叶子的形状。这个也是一些出来一点，一些里面一点，这样去给它画一个边缘，然后到时候我们上色的时候给它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那个阴影，它看起来就是差不多的。这里我们就用刚才说的那个。可以看到这种随便画的，就是没有这种一撮一撮的好看，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植物本身是长什么样子的，或者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幻想的那种花花，也可以画这种一丛一丛的，会比较好看。好，我们去把它的底色给铺一下，还是老样子，在我们的这个线稿图层先自动点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露出去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鱼质稍微往左拉一点，总之拉到这个边缘，看起来没有太多的这种白边的感觉。然后我们看一下什么地方没有封死，给它画一下。依旧是其他软件直接用那个线稿闭合就好了。我们 Procreate 还是稍微的勾一下吧，因为我发现如果就算是不封这些，我们手动去描，然后后面用油漆桶的时候是会填出去的。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空隙，然后我到时候用那个参考线稿图层，我在这里油漆桶倒一下，它会如果我这里还有个空隙，它会倒了之后倒在这边，这个可能不太明显。就比如说我的这里腿上有个空隙，我在我的头发上倒一下，它会从这个空隙，然后流到我的腿上。这个的话就有一点尴尬了，所以还是稍微封一下吧。
依旧是如果点的时候，中途点的时候有空隙的话，我们就两个手指点一下，给它撤回一下，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它是有那个的，我两个手指点一下，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了就是撤回了的，我们不要管画面，然后再点一下这个袋子选择，我们去给它填充之后，再长按这个选择，就是这个袋子。它就会，就是用我们刚才的那个填了一半的选区。好，如果看到想要增加的，我们就在手绘这里用移除给它移一下。好，我们也是检查一下边缘。看起来是这些，然后我们反转，在线稿的底部，我们最好选一个不是白色的颜色，给它长按选区，然后点这个颜色填充，最好不要是白色，因为白色就是容易忘记这里到底有没有填充过。然后是背景，给它拉到人物的下边来，依旧是一样的方法。这个有点难找了，我们只显示这个图层，然后再来寻找一下空隙在哪儿。OK，反转。哎，怎么又给我移上去了？好，依旧是把这个线稿颜色调高一点。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没有画的。这里也是检查到了一个碎片没有画，我们给它加入一下。
这里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填充给它填上去，用油漆桶。因为我们再用那个反选的话，可能还得再去选一些这种空隙，就有一点太麻烦了，有一点得不偿失了。好，我们依旧是开开关关。看一下这个线条的地方有没有漏的，有漏的也没有关系，我们成图的时候再这样检查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草稿关掉，看一下轮廓，轮廓好不好看？轮廓不好看的话，可能要修一下这个背景。到这里的话就可以啦。那我们今天是，就私底下填色吧，就私底下填色吧。好，这里我把我的颜色给整理出来，我就结束直播了。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互动区打出来，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啦。啊，发现还有小蚂蚁没有画，这个我们在细化层画吧。想要人物身上编的丰富，只能不断加小物吗？这个还是有很多方法的，只是说加小物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感觉身上碎碎的，如果感觉身上碎碎的话，可以把那些小东西画大一点。比如说你的一些小物，可以拿中空笔。比如说你看哪里比较碎，如果你感觉这里比较碎的话，你可以拿中空笔给它，这样画大一点，看看效果怎么样。感觉可以的话，我们就给它勾上去。一般来说，碎的话就是画的太小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你的小物放的比较分散。小物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那种视觉引导线。比如说我的小物是一个这样的，把它放大一点，这样的一个线条走过来的。如果我们就是说，想想，比如我把我的小物都给它画在了这里来一点，就到处都给它画一些，而且还画的很小的话，就会显得特别碎。主要还是就可能东西画小了，或者说没有注意这个小物的趋势。然后编的丰富的话，还有个方法，但是我这次好像那个标注还没有发，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版型，比如说这个围裙，把它的形状变成你的一个元素。我来想一下，比如说这个苹果，直接给它变成一个苹果的围裙，因为围裙也是有圆的嘛。可以说就是给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围裙。然后如果还要加上那个垫子什么之类的话，
我们来想一下吧，比如说，数据线腰带怎么样呢？或者在那个，比如说一个衬衫，它的这里给它做一个东西，比如说插板，但这里画插板有点奇怪哈，只是打个比方，就在它的衣服上找一个大块的地方给它切下来，可以把你的版型也结合一下你的元素。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17的标注吧，我记得有一个讲到这个的，我切一下屏。17的，哦，就是这个。哎，是这个吗？有点忘记了。总之就是可以把你的那个版型也给它做一个变化啊，这些就是之前的一个东西了。好，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就是编得丰富。我们可以不去融小物，可以融到你的版型，或者说，比如说把你的头发变成一些别的东西，就可以融的东西，除了小物还是蛮多的。那我们就等到55分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直播啦。哎，我记得我有这个标注的，我去找一下呢。感觉17里面好像17的标注好像少了很多，难道被谁删掉了吗？哦，找到了，我给它切回来。我的平板上确实是有画这个东西的，还可以看一下。我们先看小物的特征，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雏菊，可以看到它们的边边，一个是这种波浪的，一个是3个角角的圆的叶子。然后我们有了这个边边，就可以把它画在我们的衣服上面，就可以融合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背带裙，这个带子，这个带子围裙，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雏菊的形状。然后第二个是先列出你衣服的东西，然后融小物，比如说一个猫猫和一个围巾，我们把这个围巾变成猫猫的样子，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而且不是一个比较碎的小物了。然后这个包包，我们给它装饰一下，它会变成一个小信箱。然后这个围裙，我们把猫猫的特征，比如说耳朵、爪爪，给它扎在上面。这个爪爪就是有点那个带带的感觉嘛。我们的小背带啊，不是小背带，那个腰带，
这个放在你的身后的话，有一点木头黑手的感觉，还挺萌的。然后是袜子，我们直接把它的特征，这个脸、耳朵给它画在上面，然后另一边画它的一个相关的元素，就是一个小脚印。好，那我们就结束直播啦，拜拜拜拜拜拜。